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何炅首登《親愛的客棧》擁抱譚松韻，力挺王鶴棣，這波溫情太好哭。何炅加盟《親愛的客棧》2026引爆全網，與譚松韻的飛奔擁抱和王鶴棣的暖心互動瞬間封神。他化身梗王高情商控場，用真實與溫柔讓慢綜藝回歸初心，老友重逢的喜悅，前輩守護的溫暖，正是這檔節目最打動人心的治癒力量。何老師終於來客棧了。2026年1月31日，親愛的客棧2026海南儋州錄製現場的路透刷爆全網，國民主持人何炅首度加盟這檔經典慢綜藝，一亮相就貢獻了2大名場面，與譚松韻飛奔擁抱的老友重逢，為王鶴棣暖心撐場的前輩守護，瞬間讓節目為播鮮火，話題閱讀量單日破1000萬。作為極少參與非主場真人秀的綜藝天花板，何炅的首次跨界為何能引發全民共情？是熟人局的鬆弛感，還是藏在細節裡的溫柔？看完這些真實細節，答案不言而喻。1. 名場面直擊，飛奔擁抱譚松韻，老友重逢太好磕，這是什麼神仙重逢？路透畫面中，何炅剛拎着行李走進客棧庭院，就看到等候多時的譚松韻，兩人二話不說朝着對方飛奔過去，一個結結實實的擁抱瞬間戳中網友淚點。鏡頭裡，譚松韻笑得眉眼彎彎，何炅拍着她的後背輕聲寒暄，熟絡的就像許久未見的家人，完全沒有明星同框的刻意感。這已經是兩人繼嚮往的生活後的再度同框，多年的默契讓互動格外自然。錄製間隙，他們坐在庭院的藤椅上曬太陽，譚松韻嘰嘰喳喳分享客棧趣事，何炅耐心傾聽，時不時點頭回應，連路過的沈月都忍不住加入聊天。三人挽着胳膊散步的畫面，被網友調侃像閨蜜出遊的日常。網友們紛紛留言：何老師和松韻的擁抱太有感染力了，隔着屏幕都感受到了溫暖，這種不摻雜質的老友情，才是慢綜藝該有的樣子。而沈月能同時見到偶像譚松韻和暖心前輩何炅，全程笑容就沒停過。網友打趣月月，這是追星和工作雙豐收啊。2. 為弟弟撐場，從伯樂到後盾，雙向奔赴太好哭。如果說與譚松韻的重逢是溫情，那何炅此行的核心，更是為了守護徒弟王鶴棣。作為王鶴棣娛樂圈的貴人，2017年超次元偶像中，何炅力排眾議，給了非科班出身的他戴面具重新表演的機會，最終助他奪冠出道。如今王鶴棣從當年的客棧小管家升級為本季的主理人，何炅特意打破不輕易上非主場綜藝的慣例，專程前來撐場面。路透中，兩人的互動滿是雙向奔赴的感動。王鶴棣看到何炅立刻迎上去，二話不說把他扛在肩上完成任務，重現當年最萌身高差的默契畫面。何炅則全程護犊子，看到王鶴棣對着咖啡機束手無策，笑着補刀：“你這是想給客人做手沖空氣特調嗎？”既化解了尷尬，又活躍了氣氛。晚餐時聊到經營壓力，王鶴棣坦言第一次當主理人有點慌，何炅立刻暖心鼓勵：“你當年整理床鋪都能做到最好，現在當老闆肯定沒問題，我在這兒給你坐鎮。”這番話讓王鶴棣眼神亮了起來，網友直呼何老師的支持就是弟弟最大的底氣，這種看着後輩成長的守護太好哭了。3. 梗王附體，承包全場笑點，高情商控場太圈粉。何炅的到來不僅帶來了溫情，更把慢綜藝變成了快樂大本營分營。剛進門看到沈月笨拙的疊被子，他秒變吐槽大師：“月月啊，你這疊的是豆腐塊還是雲朵麵包？”客人掀開被子，怕是以為進了棉花糖工廠，一句話讓全場笑到直不起腰。
面對客棧的經營難題，他還一本正經出主意，咱們可以推出梗王服務，客人點單送冷笑話，我包教包會，保證客人笑到忘記催菜。說着就現場給王科老闆示範，調侃王總您這管理模式跟我當年主持晚會似的，又要控場又要救場，連素人客人都忍不住加入群聊，直言何老師在，根本沒機會 email。 更難得的是他的高情商救場能力。錄製中沈月被客人催單慌到手忙腳亂，何炅立刻上前解圍，這位客人您別急，我們月是慢工出細活，等會兒給您上的菜連味道都帶着儀式感，既安撫了客人，又給了沈月台階下。網友忍不住讚嘆，何老師才是隱藏款管家吧，既能搞笑又能救場，建議常駐。双引號。4. 為何全網狂誇？這屆客棧的治癒感藏在真理。何炅首登親愛的客棧之所以能封神，核心在於真實二字。本季節目弱化了經營 KPI， 主打回歸生活本真的治癒基調，而何炅的加入恰好契合了這種煙火氣。他與嘉賓們的情誼不是劇本設計，而是多年積累的默契。他的幽默不是刻意搞笑，而是信手拈來的接梗。他的暖心不是表演，而是刻在骨子裡的溫柔。網友們的好評恰恰印證了大眾對真實情感的渴望。現在太多綜藝都是劇本，何老師和大家的互動太自然了，看着就舒服。慢綜藝就該這樣，沒有勾心鬥角，只有老友相聚的快樂。何老師就是氛圍粘合劑，有他在，整個客棧都活了。作為見證了王鶴棣成長，陪伴了沈月低谷，牽掛着譚松韻的前輩，何炅的到來不僅為節目注入了流量，更賦予了內容情感厚度。他讓觀眾看到慢綜藝的魅力不在於華麗的場景或刺激的遊戲，而在於人與人之間最純粹的連結，是老友重逢的喜悅，是前輩守護的溫暖，是陌生人之間的善意。何炅首登親愛的客棧的封神之路，本質上是溫柔與真誠的勝利。他用一個擁抱，一句鼓勵，一個玩笑，讓這檔重啟的慢綜藝找回了初心，也讓觀眾在快節奏的生活中感受到了久違的治癒感。如今節目還在緊張錄製中，何炅帶來的名場面已經讓網友期待值拉滿。無論是他與嘉賓們的後續互動，還是梗王服務的實際效果，都成了大家熱議的焦點。而這檔節目之所以讓人期待，或許正是因為它告訴我們，生活最好的樣子就是有老友相伴，有溫暖守護，在慢下來的時光裡，感受人與人之間最本真的美好。相信等到節目開播，何炅還會帶來更多驚喜，而這份藏在客棧裡的溫情與快樂，也必將成為2026年最治癒的綜藝記憶。